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谭健次。因为其实相柳它的不同就在于它要戴上那么一个冰冷的面具的壳在它的外部，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要去通过内心情感的涌动，然后通过眼睛这样的一个窗户去传递出来，所以确实每一场戏也都不容易。对。那倒没有，因为很多东西它是一瞬间的。有什么回忆杀啊？我觉得看到大家那一刻，就觉得一下又回到了那个故事里。其实跟长相思有关的任何一个东西，就是音乐也好，画面也好，台词也好，当然你一听到，你就会瞬间的去回到去年的那个时候。不管是在长相思还是在这个滤镜里面，我跟他的这个角色的关系都比较扑朔迷离。对，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滤镜里面我们的表现。专注吧，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专注投入，然后让自己去相信共情。你最想和谁相伴一生？既然不能长相厮守，与其兵戎相见，不如相忘于江湖。只能送你到此了，前面是你的世界。作为一个将军，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沙场。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挺好。其实当时有人劝过我，说要不要把这首歌改成 Heartbeat， 但是我坚持用了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看来人家劝对了。但是我觉得等于说这个 Heartbeat 是他的小名，我觉得也挺好的，证明这首歌用其他的方式给大家留下了记忆点。这也是我之前想要达到的。那你有没有去批改作业，就看网友的翻跳？有，我看到好多翻跳啊！当然有机会大家可以继续翻跳，然后我也可以去批改作业。独家爆料啊！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默默地處後亦從來沒怨。更熟悉了，对，其实一开始回归的时候有点忐忑不安，甚至焦虑，怕自己不如第一季，但是后来发现我多虑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熟悉的，故事是熟悉的，所以等于说我在一个建立了很好的第一季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铺垫下，我们在第二季上可以很大胆的去发挥去创作，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角色。我觉得不管是沈毅还是谭健次，21年的沈毅和24年的沈毅，以及21年的谭健次和24年的谭健次都是成长的。剧里剧外，我比那会儿扮演沈毅的时候有更多的灵感和想法，那沈毅也比那会儿的沈毅要更加的去往外探索他的边界。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有，但是其实对于我自己的要求来说还是不够快，希望能够再开悟一些吧。其实怎么讲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会的东西太多了，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没办法，只能是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安排合理，卡时间去做。当然忙完一阵子之后也会让自己放空一下，休息一下。对，放下吧，我觉得很多东西要学着去放下，学着去看得淡一些，要有时候得相信是安排好的。那下面是粉丝翻牌时间，这个都是粉丝在腾讯娱乐留的言。相柳大人，我哭晕了，需要谭健次来扶。
你哭晕了需要檀健次来扶，然后你跟相柳大人说：“好，我扶，你来。”我连相柳 AI 都征服不了，不开心。这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也征服不了。弹跳一下，再不更新我就要闹了。欢迎到演唱会，一起弹跳。想跟谭老师说，你的相柳真的演得特别特别好，你的用心和付出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永远爱相柳，更会永远爱你。我也非常感谢你，也非常感谢相柳这个角色，感谢长相思，能够让我出演相柳这个角色吧。然后更要感谢所有的观众，所有的观众是你们跟我们所有的主创一起才能有长相思。想问一下相柳大人，怎么安排好毛球的归宿？毛球没有了主人可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拍长相思的时候问过我当时问了导演，问了制片人，我说毛球怎么办？然后剩下的大家就去看剧吧。想问谭老师，你觉得如果相柳没有陈荣义军要守护，他会经常做相柳还是做防风被？哪一个更是真实的他？我就像戏里面说的，这400年他一直都在做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一直都是相柳，只不过脱去了陈荣义军军师的这个马甲，他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相柳。最后就是用相柳的口吻来安利一下《长相思》第2季，然后用防风被的口吻和大家告别。长相思第2季还不错，我想让你记住谭健次，再见。长相思再相见。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弘毅。水灵灵的赤水风龙再次来接受搜狐娱乐新同事的挑战了。为你准备的游戏是火眼金睛升级版，需要辨认以下9张吐血动图分别是谁。第一张就是我自己的，一下就认出来。这一张是梦姐吧？对，这是学艺哥吗？刘学艺？对，哎，你认得好快。对，但我认不出这是哪个角色。这是相柳是吧？你再想想呢？其实这个已经露出来眼睛了呀。对的啊，我是说最右边上面这个，一眼就看出来的，先说了。对，这个是司凤吗？陈玉老师司凤。对。这是不是卢玉晓？对，你也太厉害了吧！这是叶17。对。这是苍玄。对。小妖。对。苍玄抱着小妖的那个太简单了，因为都带着角色，太好认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不是稍微有点小卡顿？那我们需要完成一个小惩罚。看一下用时，1分钟都不到，好吧？你们是想 Q 流程的心太明显了，有比我更快的吗？没有比你更快，确实真的很厉害。就是刷剧狂魔，阅片量无敌的。那我们现在给粉丝一个小惊喜，我们来模仿一下森贝尔小狗。好。最后一个了。你要把狐狸送给谁？送给搜狐娱乐新同事。那恭喜弘毅完成了晋级挑战，现在可以带上新的关卡，恭喜升职啦！谢谢。首先用4个字来形容一下第2季的风龙吧。开朗依旧，敬请期待吧。那对于第2季的风龙来说，小妖、新月、涂山璟、苍玄还有相柳，对风龙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按照影响来给他们做个排序吧。首先，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新月，因为风龙在第1季还是一个比较单纯、阳光开朗大男孩，没什么心事的角色。第2季之后，他就越来越理解自己的妹妹，因为妹妹从小替自己当了质子，受了很多的苦，让刘风龙在自己家里开开心心的长大，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性格。所以当妹妹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的时候，风龙就依然想去帮助她，替她去赎罪。内控。是的。好，那第2个呢？第2个就是小妖，因为小妖逃婚嘛，也是给了风龙一个重重的打击。虽然风龙表面上种种没事的，但可能回去已经哭了好几天了。所以说，小妖也是让风龙在情感上更加成长了。风龙他的性格就是，如果你好好的和他说，他肯定还是会放小妖去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真正心爱的，明白爱情究竟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排第3个。苍玄，因为风龙他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事业都是想着和苍玄一起一统天下，然后创造一个更加统一的盛世帝国。那还有很多人就是调侃你说风龙不一定爱小妖，但是他真的爱苍玄，你怎么回应？我觉得风龙和苍玄确实是
是有爱，但是是那种兄弟情的爱，就是可以追随他，替他披荆斩棘，挡箭。赤水氏自古依水而居，族中子弟精通水战，臣愿为陛下竭尽所能，训练水军精锐。好，所以他排在了第3个。那我们第4个呢？第4个就是涂山璟，因为涂山璟也是和丰隆一起从小长大的好哥哥、好兄弟。然后第2季涂山璟也是受了不少的苦，丰隆也是对他挺愧疚的，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兄弟，没有对兄弟特别好。那我们最后一名依旧是相柳。对，和他对不对付嘛，毕竟还被他给嘎了。第2季丰隆有2大重头戏啊，一个就是被抢婚，一个是被相柳射杀。那每个名场面用最什么什么来形容一下？被抢婚，我觉得就是最狗血；被相柳射杀，我觉得就是最虐心，也是自己拍的感触最深的一场戏。那刚刚说最狗血，那抢婚这场戏会是你全剧中最生气的一场吗？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在戏外我们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在戏里其实给了丰隆狠狠一个教训，就是让他成长起来。可能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心眼子，在修罗场里独自开朗了，然后从此以后丰隆也是真的成长了。丰隆最后一幕为苍玄挡下毒箭时的内心 OS 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王。我赤水氏愿支持苍玄殿下。我可以死，他不能死。他是王，他不能受伤，因为他就是我的事业，他就是我要保护的人。那你临死的时候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其实临死的时候放不下的倒还是妹妹，因为挡箭那一刻可能非常突然，他下意识的就是要保护苍玄。但是当自己真的将死之际，心里还是希望给妹妹一个平安的未来，希望我替妹妹赎清一些罪孽。那很多网友说，看到你的战损造型时候表现，从此少年将军都有了脸。对于这样的评价，你怎么回应呢？就谢谢大家，非常认可我将军的造型。因为丰隆和杨康都死在了这个夏天，非常的难过。那你要怎么来安慰一下这些剧粉呢？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我下一部剧还是比。如果《长相思》出一个团综的话，让你来当策划，你觉得剧组的朋友们最适合来录什么类型的综艺？我觉得录个旅行综艺吧，因为大家其实平常拍戏都挺忙的，也挺辛苦。如果有机会出去旅行放松一下，应该大家都会很开心。而且其实我们剧组小伙伴每个人都挺有梗的，而且尤其是在放松的情况下会更好玩一点。一起去旅个行应该很快乐。那你觉得导游担当是谁？子姐或者谭哥吧。子姐也是属于非常义的，也非常会活跃气氛。谭哥呢又其实私下就很像那种大哥哥，考虑也比较周全那种。那搞笑担当是谁？我觉得其实是张晚意。为什么？就日常说话很冷，但是其实就是细品一下非常的有梗。我的帽子不是红色，是棕色的。人家给咱俩这找点子，就是红蓝出 CP 的。体力担当你觉得是谁？谭哥吧，谭正次。谭哥好累啊。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就是比较全能，毕竟还要跳舞、开演唱会，体力能不好吗？摄影担当你觉得谁来当？就交给涂山璟吧。邓为就是比较细心的那种，审美会比较好，擅长。对。那管钱担当呢？那还是邓为吧，毕竟他当大荒首富比较有经验。第2部待播的这段时间里，私下有没有和剧组其他演员约饭聊天呢？其实我们一直有说要约饭，像在第1季拍摄期间也约了不少的饭，但最近大家都在各地拍戏，很忙。那和谭健次2搭的滤镜，那2人私下是不是也更熟络了呢？在滤镜剧组的时候就经常大家在一起，而且还去支持了谭哥的新电影。滤镜也是一个非常颠的戏，我们演的也非常放飞自我，贡献了很多表情包应该。那《长相思》中，丰隆和相柳都战死了。那假设2人同时穿越到滤镜与唐琪和全胜贤相遇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是丰隆和相柳穿越了，还是会打起来的。那他们如果4个主演都相遇了呢？哪4个？丰隆、相柳、唐琪、全胜堂。那可能全胜堂和唐琪就一起看着丰隆和相柳打起来，就都要打，不打不行。